各位朋友，韩红一句话走个面儿，把自己给走上了风口浪尖儿。他的基金会呢，也备受中国网友的质疑。韩红的基金会呢，还是挺受这些普通民众的信任的，因为这个中国的红十字会好像出了一个郭美美，是吧？那从那以后呢，中国的民众宁愿信任韩红。看来呢，如今的这份信任也是疑点多多呀。中国的网友查询韩红基金会的2025年的审计报告，发现月捐人就是每个月固定捐款的捐款有 7.7 亿元，比2024年 3.2 亿多了近 4.5 亿这个中国大环境不好的时候，爱心人士有钱值得表扬。用于捐赠支出2025年近 1.14 亿，比2024年近 1.05 亿多了900万。这个收入和支出不成正比呀，花钱赶不上进钱的速度呀。人员的工资也从1225万增加到1674万。韩红基金会的结余资金从2024年的 3.6 亿到2025年结余了 8.52 亿。哎呀，他这个采购的单价有的给扒出来了，说那个戴尔电脑报账52400元，一个硬盘1万元，一个硬盘盒1000元。好家伙，这个价格也属实是吓人呐，高出市场价数倍呀！买的什么电脑5万多块。韩红的这个穿着打扮和这个表姐也让更多人对她这个产生了疑虑。还有的网友发现自己每个月定期给韩红捐钱，但是有一个月的时候没来得及捐，于是就收到了催收电话。没给他捐钱，竟然遭到了电话的逼捐，19块钱，他每个月捐19块钱，结果呢有一个月没捐，然后就告诉他，如果你不捐这19块钱的话，你要上违约信用征信记录的。把这个网友气的都无话可说了。我给你捐19块钱，你逼捐而且我要不捐的话，我还得有这个不良的记录。好家伙，韩红老师，我的19000块钱去哪里了？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在我印象中，韩红老师，你一直在西藏搞慈善，帮助儿童，这是我的印象。所以4年前我给你捐过一笔款，是19060。最近我发现你并不是在西藏，于是我去查我之前的捐款记录。第一个可怕的真相是什么呢？官网居然没有我的捐款记录，也就是说我的19060块钱在我的捐赠记录里面居然是没有的，也就是官方不认可我捐了钱，我的钱是打出去了，没有退回，并且明确的是你们公司收了，就是韩红公益基金这个机构他收了我这个钱。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钱你到底收到了没有？第二个是，如果你收到了，那我这个19000你到底花哪里去了？我去你的官网查了，你的公众号上我也查了，越查越心惊。第一个呢是2025年你说那个财务报告非常简略，根本就看不出你大概怎么花的。上面的 PPT 可以这么认为，那就是拍照，它有了，对吧？当然我相信你真做慈善了，但是那个拍照的成本对于我这样一个做博主来说，那是很容易做到的。也就是说，拍了照后面的账最核心的花到哪里非常的不清楚，也就是说不存在你花到哪个人给哪个儿童买了多少书，是没有的。你最细的是给了某个机构某个公司。审计报告更离谱更简单，在有限的信息里，我看到了让我很不开心的事情，就是你里面用的电脑最便宜的苹果电脑是16380，其他的22990块的也是苹果电脑，还有苹果的 MacBook Air
还有苹果的一体机20500，注意，咱是一个慈善机构，你注意你的公众号挂的就是西藏那个儿童，很明显的是生活条件很差，营养不良。你这个时候你拿着苹果电脑去跟人家扶贫，这好吗？还有咱们这个慈善机构到底有多复杂的数据，有多复杂的图形要处理，非得去用苹果电脑？就我印象中，咱们社会上很多公司它也不会用苹果电脑，因为苹果它就不是性价比的代名词，它是高端的代名词。你买这么贵的电脑，你是需要去设计光刻机 EUV 吗？你去搞芯片吗？很明显不是吧？可能很多给你捐款的人，他的收入都不到1万块，他们买苹果电脑买不起，也用不起，他们有可能20万以上的车，他们也买不起，也用不起。就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想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就你这个管理账的方式，你觉得能让谁去放心呢？现在我只关心一件事，我的19000它去哪里了？它花在哪里了？今天喝了啊，不知道能不能唱。别看了，别看了啊！我的心啊，在天边，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草原茫茫，天地间，洁白的蒙古包散落在河边，我的心爱在高山，高山深处是辽阔的大草原，林海茫茫，雨无间，皎洁的雄鹰俯瞰着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白云朵朵飘在我心间，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心爱，我的思念。太棒了，太棒了！再来一个吧。根据基金会名称管理规定第6条，公募基金会的字号不得使用自然人姓名、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或者字号。那么问题来了，艺名是不是人的名字？当然是了，艺名也是自然人的姓名。那么为什么有的基金会可以违反这一规定呢？某基金会在2019年的时候才获得公募资格，但是他们却在2013年雅安地震救灾中在鸟巢对大众进行募捐，这是不是违规的呢？整个2013年，某基金会一直打着雅安加油的旗号，筹集到的善款有4000多万元，而这些善款到底用了多少在雅安赈灾上呢？1780万元，仅仅40%。然后同样也是2013年，某人自称捐空了，但是却开上了新的豪车，而且还违法挪用号牌。再说口罩期间，红十字会募得了7亿多的善款，全部用于救灾，而某基金会则募得了3.7亿，又有多少用在了救灾上呢？我还记得某人面对记者时说道，穷的只能吃辣椒拌饭，没钱了要去长城捡垃圾，可是他却带着100多万的表。不仅如此啊，某基金会用的都是些什么东西？我看着都眼晕啊！5万多的电脑，3万多的相机，3万多的电视，我平时连想都不敢想，人家就用上了。那么最终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是慈善呢？是让别人过得好，还是让自己过得更好啊？这个问题我真的不懂。网友同志们，你们有什么观点和看法？评论区里告诉我。越江人肠子悔青了吧？
人家拿着你们的钱去赚钱了。韩红基金会一年的理财投入超5个亿，公益性非盈利机构的基金会变成了投资公司。咱不造谣不抹黑，用事实说话。我在慈善中国官网上查到了北京韩红爱心基金会有多笔重大投资，共55页434条。截止2026年的6月份，韩红基金会进行的重大投资已经超过了3个亿。这么多钱投进去的收益是多少？我没有看到数据，但这恰恰印证了2025年总收入是7.93亿，支出2.92亿，剩余的沉淀资金4.9亿元是用来投资理财的。因为韩红基金会官网标明了，参与的捐赠全部到位，符合要求以后，剩下的善款允许开展投资。也就是说，闲散的善款是允许投资的。你说它合法不合法？它是合法的。这么大的机构肯定有法务部门每天在规避法规，但是拿着大家的捐款去理财，就好像是你们这帮人啊，你们不会管钱，让我替你来管。听着这事儿呢，多少有点别扭。第二个疑问，基金会的善款并没有送到真正有困难的个人手里，而是用来购买物资和物品。那么这里面的套路和操作空间可就大了呀，懂的都懂。所以我一直不太理解的是，慈善基金会既然可以接受个人捐款，为什么就不能直接拿钱帮助个人呢？购买物资不就成了商业行为了吗？买一瓶水是2块，买10万瓶水也是2块。你们用善心和温情让个体去捐款，却又用冰冷和无情的规定拒绝给个人资助，只对学校、养老院、医院甚至一些大型的机构去进行捐助，这难道不矛盾吗？另外啊，有很多人认为韩红发起的慈善基金会，认为绝大多数的款项是韩红开演唱会的钱，或者是创作赚的钱。但是在2025年年度的工作报告中，其中超过99%以上的是来自社会公众的捐款，个人捐款名单中也没有出现韩红的名字，应该是忘记写了吧？韩老师没有捐款，打死我都不信。教训是我们再不把钱好几百万给了某某某基金会啊，因为他们要从中获取很多的所谓管理费，管理费也罢了，你要把我的货物在第一时间给到灾区，你把我的货物存放在你的仓库里，在我看来你就是混蛋。所以我自己成立了基金会，连艺人连演员都可以产业化，好家伙，都产业链了。然后连艺人连演员都是什么什么股东了，什么玩意儿套现多少多少亿了，我不信你们演好戏，你吹呢？那你得是猴子，七十二变啊，说是呢，我觉得我弄不了那该去对谁说？你拥有了镜头，拥有了话语权，你就可以去说，你可以表达你的困苦。你在这儿办一个励志咖，那些人呢？最让我有一种感觉是，我不管，谁来管？国家管，国家管得过来吗？国家这么大，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对每一个老百姓都熟知他们家的情况，做不到。中国这么大，那这个时候，这些人是干嘛？有点钱，有点号召力，有点名声，我们就应该干这个。没有什么值得炫耀，也无需得到您对我的赞美。那你这么多年最大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经验就是自己亲手拿着钱送给老百姓，直接通达式，不经过任何人转变，因为钱是我们的，我们有权利来支配它。经验就来自我们这些年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一直在努力的去完善它的制度，让它更加的科学化、有效化，有的放矢的去帮助，也让这些捐赠人符合他们意愿的去直接帮扶每一个受困。所以我们的钱拿来，人家说我想帮助孩子，我们就到学校去。我想帮助老人，还帮助这个云南盈江的啊，四川雅安的，我们就完全符合他的意愿，针对他的意愿，
应该说，好物慈善基金会做百人系列今年第7年，就已经做到了这个目标。做慈善的基金会，理事长年薪61万，秘书长年薪62万，这不是网传谣言，是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2025年度报告里白纸黑字公示出来的数字。消息一出，全网炒翻了。有人说做公益就该讲奉献，拿这么高工资对不起捐款人。也有人说管理上亿资金的机构拿几十万年薪根本不算多。今天我们不站队，只聊3个问题：这笔钱合法吗？合理吗？我们普通人捐款到底该看什么？先把事实摆清楚。所有数据都来自基金会2025年公开的年度工作报告。第一，人员和薪酬。2025年基金会共有86名领薪在职职工，全年工资总额1285万元，普通员工人均年薪约14.9万元。其中，理事长王增娟年度报酬61万3925元，秘书长李健年度报酬62万4875元。韩红本人是基金会发起人和理事，不在基金会领取薪酬。第二，运营成本。2025年基金会管理费用835万元，加上人员工资，整体运营开销占年度总支出的比例约3%。单看管理费，仅占年度总收入的2.86%。而我国慈善法规定，公募基金会年度管理费用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从合规角度说，这个比例完全在法律红线以内。第三，资金规模。2025年基金会全年捐赠收入约7.5亿元，年度总支出2.92亿元。这也是同期引发争议的另一个点，年收7-8亿，只花了不到3亿。接下来是最核心的争议，一家慈善机构给负责人开60多万年薪，到底合不合理？我们先看行业对比。有公开统计数据显示，国内普通基金会秘书长的年度薪资中位数只有9.11万元，也就是说，韩红基金会2位核心高管的年薪是行业中位数的近7倍，放在整个公益行业里属于顶尖水平。而且这不是一直这么高，公开数据能看到，2018年时任秘书长的年薪是17万，2023年理事长年薪约43万，2024年涨到53万，2025年突破61万。8年间涨幅超过3.5倍。反对的人核心是朴素的公益情怀，但他觉得慈善的钱是千千万万普通人1块10块捐出来的，是给弱势群体的救命钱。做公益可以拿工资，但不该拿高薪。20-30万年薪完全能招到有责任心、有能力的管理者，没必要给到60万以上。更关键的是情感落差，很多人自己月薪几千，还在坚持月捐，结果基金会管理者年薪几十万，心里难免不舒服。支持的人核心是专业化逻辑，管理一家年募资近8亿、员工近100人、项目遍布全国的大型基金会，本质上和管理一家中型企业没有区别。要做项目风控、资金管理、应急救援、合规审计，需要专业的职业经理人。这类人才放到市场上，年薪100万很正常。60万年薪放在企业里并不算高，反而已经是公益折价了。专业的管理能提升善款使用效率，避免浪费，省下的钱远不止这点工资。其实两边说的都有道理，合法是底线，但公益机构的公信力从来不止于不违法。大家真正在意的从来不是能不能发工资，而是这笔钱花的值不值，有没有让捐赠人知情。我们不否认公益从业者需要养家糊口，也认同专业管理有价值，但基金会的钱本质上是公众的委托，每一分钱的去向都要经得起道德和情感的双重检验。这里有2个很现实的问题。第一，高薪是否和机构的效能匹配？2025年收入7.8亿，支出2.9亿，近5亿善款留存账面。当然，善款结余有合规原因，比如分年度拨付的长期项目、应急救灾储备金。但捐赠人自然会问，管理成本逐年上涨，项目支出的效率有没有同步上涨？高薪聘请的管理者有没有带来对等的公益成果？第二，公益行业的薪资该不该向商业看齐？公益的底色是公共属性，它的资金来源不是经营利润，而是社会捐赠，这就决定了它的薪酬体系天然就不该完全对标商业公司。适度的薪酬能留住人才，但过高的薪酬消耗的不只是善款，更是公众的信任。当一家慈善机构的管理层薪资远超绝大多数捐赠人的收入，这份情感上的割裂最终伤害的是整个公益行业的捐赠意愿。聊到最后，
其实最该说的是给我们每一个普通捐赠人的提醒。首先，敢于公开财报的基金会已经好过了绝大多数。韩红基金会这份薪酬之所以能被大家看到，恰恰是因为它写在了公开的年报里。透明本身就是公信力的第一步。真正可怕的是那些连账目都不敢公开，连高管薪酬都不敢公示的机构。其次，以后大家捐款前别只看明星站台情绪感动，一定要去查2个东西。一是年度管理费用占比是不是在10%以内，人力成本的涨幅是不是合理。2是公益支出比例，每年募到的钱有多少真正用在了受助人身上，有多少沉淀在了账上。你觉得每一分钱都是你手里的选票，选那些账目透明、支出高效、对得起公众信任的机构，才是对公益最好的支持。公益从来不是圣人的游戏，它需要专业的人、规范的运作，也需要合理的报酬，但它也永远不能脱离初心。钱是捐给困境里的人的，不是用来给管理者涨薪的。合法是底线，合情合理，对得起每一份善意，才是公益机构该守住的本心。你怎么看待基金会高管60万年薪？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我还说怎么韩红基金会要买那么多台索尼相机，还有索尼摄像机，原来是这样用的。这是这2天韩红基金会的百人内蒙行的现场画面，几个身穿统一服装的基金会员工，一人一个摄影和拍照设备，一直对着韩红进行拍摄。前面拍完，侧面再拍，侧面拍完，后面再拍，有男员工在拍，也有女员工在拍，反正是各个角度拍照录像全都有。怪不得那索尼相机是卖了一台又一台，半看真人照，可能这相机摄像机还是买少了，不太够用，有的都要用手机拍照了。韩红的基金会遭到了众多网友各方各面的这种质疑。中国的大 V 项立刚说了一句话，说出了很多网友的心声。这么多人的捐款记录里边，唯独就少了韩红。项立刚说，我相信所有不是花自己的钱做公益的都是骗子。各位，你们如何认为呢？点个订阅，下期再聊。